Hello， 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实在太强了，仅仅回调了一天，标普就再度新高，而纳指也出现了反包。但阿哲的建议是不着急重新看涨或加仓科技股，因为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将要公布，并且市场也已经开始分化，科技股的仓位分配最好有所降低。当然，在调整过后处于相对低位的部分标的依旧可以关注，比如特斯拉或者是谷歌等等标的。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9期的视频。我们今天呢是上半部分，因为本周的美股有假期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只有半个交易日。那么阿哲在讲解部分个股之后，会把部分的个股的解析和指数的分析，我们放到周六去进行。今天我们依旧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的部分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是关于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纳指短期30分钟的走势，以及今天日内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来告知大家目前的短线如何去观察。而后我们会来到第2部分和第3部分，主要针对个股解析。阿哲今天的个股列表当中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Circle、Coin、博通、AMD、阿斯麦、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个股标的。而图表当中呢，标记这种绿色方块的呢，是目前出现了短线看涨信号、有短线买点的科技股标的。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因为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呢一般会偏长。如果您是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或时间比较着急，那么阿哲建议是点开下方我们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在里面，阿哲放置了今天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观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些帮助，感谢您的收看。在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一些观点。上期视频我们因为市场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上涨，但是实体在缩短，并且出现了212的变盘，所以认为这里有机会出现物极必反的一个回调和下跌。所以在这种上涨当中呢，我们前期一直说到最好去左侧止盈以及去高抛，但是市场的一个调整出乎意外的一个强势，它仅仅调了一根阴线就立马反包。这一根阴线呢是一个防守阴线，这种阴线的产生就是今天的收盘价比昨天最价低，然后当天全天都没有创新高，类似于前期的这根阴线和这一根阴线都是如此。那么这种阴线的产生，一般它的买点是反包或者说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关于这个内容，在昨天的内部公开课程当中有去讲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昨天的纳指出现这根阳线，其实在技术面上是看涨的，而它的看涨目标呢是曾经我们讲过的上方5浪的第一个目标位20500附近。不过这一根阳线产生的时候，因为目前的环境比较特殊，特别下周呢也有一些关于关税的一些协议的问题，所以这一根阳线的产生，如果目前你所关注的股票是连续的强势上涨的，那么在这里哪怕给到再次的加仓点位，阿哲的建议是再看看再等等。所以对于目前这根阳线后产生的机会，最好是分不同的个股去进行分析。目前的市场有明显的个股分化现象，哪怕指数再上涨，哪怕指数后续真的还有空间，个股如果没做好，可能也会一不小心买到高位，或者说出现止损。并且阿哲觉得截至目前为止，这一波上涨后这个位置的高抛是没有问题的，您去把整体的仓位，甚至有同学可能是满仓的去做多的，那么您的仓位应该这一个物极必反给到的一个调整，您在这之前就应该把仓位降低，哪怕它后续又有再次启动的现象，您所降低的仓位暂时最好也是以现金观望为主。您只要仓位控制好了，整体的成本控制好了，那么心态就会相对的正常合理，很多时候的交易也不会错过。如果您的仓位整体是偏低的，成本也不高的，那么没有太多问题，您可以去博弈。但假如您的成本、仓位都不低的情况下，一定要小心，这种行为会影响您的交易心态和实战的一个水平。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在7月1号的美股盘前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市场又出现了吵架，然后导致的特斯拉的一个暴跌。那如果暴跌之前你所持有的特斯拉并没有去止盈或止损，而承受这种突然之间的下跌，那么在你仓位较重的情况下，你的心态会如何变化？所以当时在盘前就出现了很多同学会问到阿哲，特斯拉如果之前你买进的筹码没有去卖掉，那跌到了这种点位，跌到了300点附近，甚至是289附近的时候，要不要去卖出？那假如呢有2个同学，
那一个同学呢，在前期买入特斯拉的时候，他花了50%甚至更高的一个仓位，而有一个同学他可能只买了1成仓位。这个问题我们在昨天的公开的直播当中也有讲到。那么在经历这种暴跌之后，你觉得5成的那位同学会不会很紧张、很慌张？那么这种下跌对他来讲就是灾难，因为他一不小心可能就割肉，就卖在这种点位，而一卖，最近2天怎么样？特斯拉就出现了暴涨，那是不是他在之后2天得要后悔死？而对于只有1成仓位持有特斯拉的，那么这种暴跌对他来讲就是天降喜事，就是大大的好事。而他只要能够在这些位置买入同等的仓位，甚至比之前更多的仓位，那么最近2天的反弹上涨，甚至可以让它产生大幅的利润。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交易心态和你的仓位滚动的一个好处。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指的30分钟。在30分钟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整体市场还是保持在一个加速之后的震荡行情。图中呢有3个价位，一个最靠近的是20178.203，在昨天7月2号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有讲到这个点位，如果在回调的时候，它连这个点位20178.203都不去跌破，那么这个点不破就属于很强势的调整，它最差也是一个震荡。只是没有想到呢，开盘就临近这个点位，而后一整天都出现了整体上行的一个情况。不过目前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处于强势调整，但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调整。日线出现了防守阴线后，你还要关注前方的这根上影线。正常来讲，上影线在一个上涨行情中出现，它本来应该没有什么杀伤力。当这一个上影线产生之后呢，出现了明显下跌，所以这一个上影线的区间呢，有一定的压力区的形成。那么在这一个区间中，特别是因为防守阴昨天买入部分个股的同学，你得要设置一个离场线。这个离场线就是前期出现防守阴线的这一个高点。如果今天的30分钟在出现防守阴日线突破看涨信号之后，它没有去快速的突破左边长上影线的压力，而出现了回落，并且这个回落呢，把前方日线的防守阴的高点再次的跌破，这就是一个重新容易走回震荡的一种态势，它就容易在这里呢发生盘整，甚至如果跌破这个点位，它还容易继续的下跌。那么防守阴的上涨突破就容易构成是一个诱多现象。简而言之，目前防守阴之后可以看涨，但是看涨当中你要小心左侧的30分钟是有一个压力的，而压力在昨天盘中已经见到了。那么今天开盘的第一个30分钟、第二个30分钟就会有所反应。如果反应压力强势而往下调，并调到防守阴的高点之下，这就说明整体的强势有可能昨天是诱多，它并不是那么的强。所以真正彻底让我们去放心的就是在今天第一根30分钟的时候，最好也能够收一根阳线，快速的把左边的长上影线给吃掉，这是最为安心的一种开盘。而我们在看到有关浪线的分析，在前期的一个行情解析当中，我们一直有讲到几个目标位置。如果目前是处于一个5浪的一个上行，那么5浪上行和1浪的一个空间大体呢会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目前的市场走势的过程当中呢，有点要往第一个比例去快速的触击的一个动作了。0.382 1浪的幅度的0.382，大概在20543.3这个点位。那么今天如果在左侧的长上影线没有遇到压力，那么今天就应该会碰到20543.3了。而目标位的每一次触击都要去关注什么呢？关注它的反应。如果这个目标位真的是有效的5浪的高点，或者说5浪的调整，那么它将会在这个点位触及之后呢，出现盘中明显的抛售或明显的一个压力。这也是阿哲前面一直说到的，哪怕这里出现了一个再次的看涨点，你也要去有所小心，因为它离这个0.382点位其实也没有多少点了，略微的再次往上冲就到了。那么既然如此，你还不如等它安全的度过0.382，那么下一个目标位那是不是还有表达的空间，而后再去回调买进，或者说再去买入个股，其实也是一个选择。这呢就是对于纳指昨天反包之后阿哲的一个观点，可以看涨，但是要谨慎，并且最好个股选择上要有所挑选。希望以上的内容、以上的观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视频我们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希望您在观看视频之后，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按钮，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同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来到阿哲频道是第一次观看视频，阿哲也希望您在观看视频有所收获的前提下，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可以看到底下会显示已订阅的一个按键。
这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观众。而后只要您点开这个全部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您都可以及时的去接收，并且您如果是刚订阅阿哲同学，您可以在未来的1个月当中，每天盘前都收到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所专属的盘前解析。这是对于粉丝订阅观众一个小小的福利，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阿哲会讲一下有关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今天的市场只有半个交易日，那么今天日内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呢？除了刚才30分钟讲到的观点，我们在日线的收盘上也要关注一下，它究竟属于多方和空方谁强谁弱。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就是阿哲平时每天的美股盘前会发的一些广播和解析。这个广播解析除了一些指数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个股阿哲认为多空之间的一个判定。像最近呢，就是把博通出现了一个黄 K 破位的止盈，那么后续呢要等待转强之后再次才能看涨。而昨天给到的2个，比如说谷歌和亚马逊，它出现一些情况能够构成短线看涨点的，目前只有谷歌达成了条件，那么仿包确实仿包了，所以当前出现了一个170附近的止跌买点。像亚马逊呢，虽然有高量的支撑，但昨天并不走强，所以当前的亚马逊还不能够看涨，甚至呢有一些转空的现象。所以这也是科技股目前呢有一些分歧，有一些分化。有些股票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回调低位再启动，而有些股票呢属于单边加速之后呢有高位滞涨而再次回落的现象。您也需要去关注一下您手中的个股处于哪种环境的科技股。而同时这里阿哲还有讲到最近盘中经常提到的蛇口短线上的一个解析，在周二的时候，蛇口走了一个6到7个点，甚至盘中呢，它的一个向上波动有10个点的一个涨幅，整体很强势。但是昨天又重新下跌了。阿哲的盘前有讲到，昨天的一个市场反弹强势，但是今天的日内它的回调是不能够去碰到185.819的。而你会发现开盘直接就下跌碰到，所以当天呢基本走的是一个单边的下跌走势，这也是昨天盘前的一个提醒。所以在每天的盘前解析当中呢，有一些指数的观点和个股的观点，如果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点击订阅之后，那么每天您也是可以接受得到的。而除了以上的内容之外，您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这一个点位预测，阿哲一般会在盘前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个标的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也就是它的高点和低点的预测值。这个点位一般我们要用收盘价去预估，如果当天的收盘价能够突破高点的压力，那么一般来讲就说明它的多方是比较强势的。反之，收盘跌破低点支撑，就说明它是弱势的，要小心风险。而根据这种收盘价的高低，我们会给到一些日内短线的一个判断。而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右侧的图板当中，这是一个纳指的日线图，在图表中的底下 K 线底下，红灯表示就是阿哲盘前给到的预测低点支撑被跌破了，那反之绿灯就是盘前给到的预测压力高点被突破了。这两者一个说明多方强，一个说明空方强，那么以此呢就形成了红绿灯指标。那么像从前期这个绿灯开始，股价一路的上涨，它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不要出现红灯，那么这种上涨就是没有什么阻碍的，整体可以看涨，甚至每次绿灯呢你可以去加仓，而直到出现红灯呢就告诉你要开始减仓。所以红绿灯指标是一个右侧相对保守、相对求稳的一个方式，它适合于建立在一个长期上升趋势或者说长期下降趋势当中，你用红绿灯去简单的操作，顺势而为。那目前的一个市场处于一个上升周期，所以绿灯呢我们说看涨加仓，那么红灯呢就做一个减仓获利兑现，重新转为绿灯则重新构成看涨，重新构成买入。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控制好你的成本和你的整体的一个仓位，而只要你把这两者去分配好，基本上红绿灯照着操作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所以当前的市场，阿哲说了可以看涨，因为除了它是一个反包阳线之外呢，它同时也是一个绿灯 K 线。一般绿灯之后，只要保持绿灯，或者说它无灯都没有问题，都依旧还是认为它短线是看涨的，除非出现绿灯之后，立马第二天转为红灯，这是要小心的。一般来讲，出现绿灯时就说明它是转强了，而如果这个绿灯立马又转为红灯，就说明再次转弱。这种事对于短线来讲波动太大是不太好的。在出现红灯之后的突然之间的转绿，2天出现了2种颜色，一般后面这种颜色呢代表我们的交易方向，在红灯之后转绿灯这个位置的方向代表我们的交易方向，红灯之后转绿灯是吧，代表我们的交易方向是向上的。
而如果出现绿灯之后立马转红灯呢，这又要小心了，这是风险了。所以当前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红绿灯呢可以看涨，但是要小心它出现了再次的由绿灯转红灯，或者说后续再次的红灯，这些都是一个上涨当中的减仓和危险信号。而我们看到今天的日内预测值，今天的预测低点支撑是20287.43，而预测高点的值呢是20502.91，这个值基本上和纳指5浪高点0.382的值呢是有点相似，有点靠近的，所以20500附近呢是要相对去注意它的压力位的。如果今天收盘价在前方防守阴之上，但是哪怕没有突破20500，那基本上呢也还能够维持看涨。而反之，如果今天跌到我们的防守阴高点之下，甚至呢跌到预测的低点支撑之下，构成红灯，那么绿灯再次转红灯，那么一样表示目前的空方是占据优势，你一定要注意了，这又是一个减仓的信号。哪怕你昨天买进了，今天你止损，你也应该把昨天的仓位给卖出。这又是一个红绿灯的一个用法，也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去关注、去跟踪的。阿哲每天在盘前也会去更新，所以如果您是一位订阅观众，那么记得每天盘前去领取阿哲的盘前解析。而假如您目前还不知道怎么领取，那么阿哲这里简单教一下各位。我们的新同学，您点开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阿哲的一条置顶评论，里面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他的 TG。您点开之后就可以找到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的联系了。您只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比如说您发送一个盘前的文字给他，他接收到之后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领取阿哲的盘前解析信息。他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粉丝专享的一个盘前广播频道当中。在这一个粉丝专享的频道当中，您可以享受到3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另外一重福利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都会在这一个频道当中去发布专属的技术分析的学习视频、学习直播。这是一些我们每周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都会去定制、去设计的一些内部的进阶课程、进阶知识。这2重福利呢，只要您是在频道的群组当中，就能够享受到这些订阅的福利。第3重福利比较特殊，它是阿哲专门所录制的4节视频课程。每期视频呢大概10到20分钟，我们就只讲1种技巧，这4个视频代表4种技巧。而这4个技巧，阿哲是希望您在订阅阿哲这一天开始，您就能够学到新的东西，学到有用的对于交易必学的内容。特别如果您目前是没有怎么学过技术分析，甚至呢是完全的纯小白，那么这4节视频应该对您能够有很好的启蒙的作用。所以假如目前您对于交易还不知道如何能够去回调买入，或者说何时呢去进行上涨买入，还不知道怎么找买点，怎么分辨趋势的，这4节入门的视频，您也一定要找到助教去拿来听一听。而这4期的一个视频呢，就是叫做神奇数字5。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这4期视频您都可以去跟助教拿来听一听，拿来看一看。相信不管是老同学、新同学，应该听完之后都会有些许帮助。只是可能您越是小白啊，这个视频对您的帮助越大啊；您越是呢可能进阶的学员，这个4节视频呢对您的帮助可能越小，仅此而已。但是阿哲相信应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帮助。以上内容就是我们对第一部分指数的分析。我们总结一句，就是目前呢在技术面上看是看涨的，但是因为上方的空间呢还不算很大，基本上略微上冲就到了，所以这个地方买不买看各位。如果仓位较低，成本也相对安全，你去相对再买一点也是 OK 的，但个股选择要注意。而假如您说我之前呢是满仓，然后现在我降到了7成仓、8成仓，那现在出现再次的买入信号，我还要再买吗？没有必要去再次的买进，您就持股待涨即可。如果有风险出现，再次减仓。关于第一部分，如果明白之后，我们就来到第2和第3部分了。第2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我们会讲到特斯拉。首先，我们来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那为什么在这一波前面大幅下跌时，敢在这里说，哪怕你前面买了没有卖、没有止损的同学，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卖呢？就是因为我们提前先去判断了一个支撑位，并且这个支撑呢还是阿哲认为相对有效，而且如果它后续真的要走上浪，它不应该跌破的点位。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说过，一个呢就是306.65，一个呢是289.66。那么很明显开盘就跌破了0.5倍，而后来到了1倍附近。在盘前是接近打到了这个1倍空间，而后开盘之后只是略微下探，是没有碰到这个点的。而后股价在这里产生了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强势的一个上涨。
最近的这2根 K 线其实都可以构成，如果您目前还看涨我们的特斯拉，那么您都可以在这里去进行买入，只是您的买点可能会有所不同。相对右侧的就是昨天这一根阳线仿包了这一天低点假阳线的高点时，那么这里呢可以作为一个右侧的买点。当然右侧的买点属于相对偏晚的，但是呢也是相对明显走强的。而左侧的买点您可能就得要在这根阳线上买，而这种下跌式的买点一般您可能要去小级别，比如说30分钟才找得到。在当时7月1号的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11点12分。阿哲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特斯拉的低吸点，这一天大跌时的低吸点，你可以去看一下30分钟的白 K， 白 K 是阿哲的指标当中属于波段超跌的一个指标，而这个绿柱呢，说明的是资金的一个流入。在这一天，我们已经知道日线的支撑呢，它是170的投射的1倍空间289附近。如果同时出现在这个区间之上支撑没有破的情况下，出现了日内的低吸点，也是可以去博弈的点。所谓的日内低吸点，其实就是这个绿柱保持的时候出现白 K 波段超跌的突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30分钟图表，那么在这个图表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波大跌是不是就出现了白 K？ 白色 K 线产生的时候呢，它代表这一个波段超跌容易出现反弹。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白 K 波段超跌？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反弹低点，也是波段超跌不过它前面这些位置的支撑呢出现了反弹，不是很强。那么这里呢，因为它打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日线级别170的支撑，所以这里的支撑再出现白 K， 我们一样呢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把握它的反弹。所以当时30分钟大跌之后的买点就是这一个最后一根白 K 线被突破的时候，你的止损呢就可以设置在这一根白 K 的低点。没有跌破，那么这一波你的买进低吸就还成立，所以价格后续的反弹就是您可以把握到的利润。那么以上所讲的就是一个是下跌时30分钟的低吸点怎么去确认的，一个呢就是比较明确的右侧产生的这种强势的上涨反包时，它也作为一个低吸点，一个属于左侧，一个属于右侧。那么截至目前为止，2根 K 线已经能够让我们去比较多的在相对低的位置低吸到特斯拉的筹码。而后续呢，我们在波段上一样的操作，以289.66作为三浪启动低点附近的支撑，在没有出现有效跌破之前呢，这里依旧往后去看三浪的启动低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您说阿哲我看不了那么远，我就想做一下短线，那么在上涨的时候，如果遇到滞涨，你也可以去卖出。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反复的去找到没有破289.66之后的一些回踩的买点，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那样的话，可能操作频率呢会相对高一些。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红绿灯的角度，你会发现它是不是这一天它是一个红色的 K 线？你会发现这一天它是不是一个红灯？红灯代表下跌强势，而第二天反而转为绿灯，这说明它有一个下跌强势转为上涨强势。那么红灯立马转绿灯则为买点。像前期这里是吧？红灯转为绿灯，它在红绿灯的角度呢是一个买点信号。这里也是的，红灯之后转绿灯，在红绿灯的角度，它是一个买点信号。而目前的一个资金才刚开始出现流进，那么离零轴呢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里的反弹呢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上方的第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170附近作为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它是有效跌破170了。虽然170目前还保持一个平衡，没有一个完全明显的向下，但是它已经是跌破170。所以这波反弹你可以看一下170附近会不会滞涨，如果有滞涨，如果你想做短线，那前面低吸的可以做一次高抛，后续呢再去找机会买进也是可以。如果做波段的，那么就继续关注它前方低点只要不破，后续任何的一个滞涨回调，我们去找买点即可。而这里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它能够保持这一个绿灯，保持产生，而不要快速的在后续出现红灯。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09.735，高点的压力是322.747，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今天跌破309.735，就说明又是一个红灯，那么就同时要短线小心了。而假如保持绿灯，保持无灯，那么就还处于一个上行的短线周期当中。以上是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30分钟，英伟达的30分钟呢，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收敛状态，而后在这一天开盘直接跌破，出现了当天的这种大跌。
目前呢是出现了一个修复，但是这个缺口是还没有完全的去回补，所以当前的英伟达相对来讲，短线有点比指数走弱了，因为指数昨天是把这里修复了大半的，而英伟达是没有的。所以目前对英伟达呢，依旧是用它来看一下情绪，看一下指数的风险环境。但如果你说去做多英伟达，它的性价比其实不会很高，因为它的上涨到目前为止，你在它身上想要再赚2个点、3个点，它的一个难度和所用的时间可能会相比其他的个股要久一些，并且会大一些难度。所以英伟达更多的我们就作为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观察参考，目前也不具备太多的一个买点信号，而它有点走弱于指数，有可能其中资金呢也在进行调仓换股也说不定。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日线上的资金和动能，在短线上来看，英伟达它的前方是不是有一个黄 K？ 黄 K 呢被阴线跌破，目前依旧属于风险的区间。左侧这里是不是6月12号的时候它也有一个黄 K？ 黄 K 出现说明它是一个波段的超买区域、风险区域，就跟白 K 类似。不过白 K 呢是相对的超跌超卖，黄 K 呢就是上涨，相对的波段的超买。而这种信号的用法，一般来讲就是它的低点。它的低点如果被跌破了，就说明这个风险确认了，有所危险；而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说明这个地方它的调整有可能结束，那么市场呢容易再次的引发上涨。所以当前的黄 K 也一样的用法，股价呢跌破了它的一个低点。当然，它这一天的下影线太长，你也可以不用它的一个下影线，直接取这根 K 线的实体，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天虽然是一个绿灯。整体呢红灯之后绿灯，其实英伟达是可以构成看涨的，但它的一个上方的黄 K 呢压力是没有被过的，所以当前的英伟达要进一步的看涨，日线上是不是最好能够把黄 K 的整体给吃掉才行？不然的话呢，在黄 K 之下，它这里哪怕是绿灯，也容易只是一个相对强势的反弹，它的上方压力是比较近的。而我们在这种压力之下，如果再出现反向，再出现红灯，是不是依旧说明英伟达还在一个调整的周期？这只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而已。所以目前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的低点的值是155.110，高点的值是159.74。收盘如果跌破155.11，那么就说明是红灯。如果能突破159.74，那它不只是绿灯，它同时也把左边这个黄 K 给吃掉了，那么就继续日线还是可以看涨。只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它是否更值得于其他个股去现在买进的问题。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Circle， 目前你所看到是 Circle 的一个30分钟图表。大家注意，最近呢我们的一个特斯拉用的比较多是日线看方向，然后30分钟去找买卖点，因为不同的标的波动不一样。像 Circle 呢，它的日线波动是很大的。所以日线上呢，你去找它的一个交易点，可能会相对难度就会大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用30分钟来做方向，然后更小级别，比如5分钟、10分钟去找买卖点。那么不同个股呢，你可以去这样不同的去定方向周期和操作看盘周期。在空间上，我们保留之前上一期视频的观点，就是176.401呢，依旧作为一个比较有效、强力的支撑。而这个支撑只要不破，那么后续这个地方再往上去创前高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因为阿哲一直认为这里是1浪上涨、2浪回调、3浪的一个上涨，然后这一波呢是在做一个4浪的一个回调，而如果4浪的调整的幅度能控制在176.401这里就见到一个底部，那么这个位置所启动的5浪呢是比较容易创新高的。而假如176.401或者说175附近这个点位不能够撑得住的话，而反而出现一根阴线下跌破位的话，那么它的空间就要打开。下一个比较容易止跌或者说强支撑的地方就是143.55了。所以如果您说想要去做空Circle的，那么是不是等待一个阴线跌破这个支撑位有效，那么才有打开下跌空间？在这里呢去做空，整体难度就会比之前要大一些。当然做多最近其实也没那么容易难度还是有的。所以阿哲一直说，您有交易水平的才去考虑它的日内的一个价位，或者说它的机会。那最近可能相对比较好的一波呢，就是在前天出现的假破位之后的上涨。那么有同学可能会看到Circle 这里30分钟这一波上涨感觉好像没什么利润，但其实单纯这一波上涨就已经有了10%的空间。是不是很多比较大的标的，其实它波动1个月都不一定有这个数值，但是对于Circle来讲，可能只是日内
那对于奢口来讲，可能就只是日内的一个简单的反弹，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它这个日内交易呢有利可图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看到当时7月1号的盘中，在我们的财神频道当中有讲到，开盘呢不到30分钟，其实它就跌破了175这个支撑。但是大家注意，跌破呢有效和无效的说法。如果跌破之后很快的就收回来，一般说明无效；而无效的跌破，一般预示着多方的强劲。所以当时阿哲有讲到，这里呢，要么是做多的机会出现了，要么就是做空的机会出现了。因为如果175转为压力，那么就可以看到143，那么就有做空的机会。但你会发现，当时这里没有效跌破，第二根30分钟又收回来了。而这种过程中，你就要去找一下5分钟它的交易点，它只要是假破位的，白 K 有突破的，那么就达成日内做多条件。目前我们所看到是奢口的5分钟的图表，那么当时破位的30分钟的 K 线，它其实对应哪个区间啊？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区间？在破位之后又产生了白 K， 白 K 呢代表一个波段的超跌的一个信号。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连续白 K？ 白 K 后呢，最好是等白 K 消失，白 K 突破，那么这种位置呢，作为一个看涨日内的一个多单的一个机会。那这里是无效的跌破前期175，那么反攻突破白 K， 是不是又产生这种上涨，以及后续整个日内的一个上涨？所以在日线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当时这一天能够涨出6%的日线的空间，它其实就是日内出现了一个假跌破，而5分钟给到了一个机会。现在我们看到奢口的一个日线出现了一个蓝 K， 蓝 K 呢说明在回调当中，它进入到了一个短线强势周期的超跌。它跟白 K 不一样，白 K 一般是趋势走弱之后所产生的物极必反，蓝 K 呢是建立在趋势还属于上升周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回调低点的可能，所以蓝色 K 线产生的位置也代表一种短线超跌。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一根阳线能够突破，那也说明日线上止跌的判定。在我们上期视频讲过，这个10日线的地方是下穿，它的高点如果能被有效突破，也能够构成日线看涨，但可惜这一天突破是突破了，但只突破了一点点，不是很有效。那么像昨天呢，也跌破了，但也不是跌破有效，就跌破一点点。所以当前的日线呢还不太明朗，依旧震荡。更多的我们去日内可能要去找它的一个短线机会，这是对于奢口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判断。而假如您想要去做空，您可以等待它跌破175后往下，它的空间就会比较大。那么那个空间可以作为空方者的利润，在没有跌破之前呢，就不要轻易在这个支撑位置附近去做空。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那么第三部分的个股，我们主要以行情快报的方式来讲解一些观点。那么第一只标的是 Coin。目前所看到的图表是 Coin， 那么在 Coin 的盘前解析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个观点。Coin 的话呢，它其实还是红灯嘛，在昨天盘前的时候，然后有同学其实在这个红灯之后，其实开始有去看空 Coin， 只是呢它的一个反弹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盘前呢其实已经反弹了有1个多点2个点，所以阿哲的盘前解析有讲到，它今天的预测高点的值呢是344.363，那么是比较容易被打到的。所以在盘前所出现的反弹比较强势的过程当中呢，你本身你的空方利润就不是很多嘛，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左侧准备止盈了，没有必要等它收出绿灯再去止盈。那么目前的 Coin 呢，在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它构成日线上红绿灯的买点。那么这里是否买进呢？阿哲觉得可以作为买点，因为它出现信号了。那么 Coin 呢，它的一个买入信号是 OK 的，只是阿哲可能不是说特别想在这个位置去做 Coin， 所以今天的 Coin 的解析呢，阿哲没有标注一个绿色的方块啊，依旧呢是不作为重点的方向。当然，如果您是关注 Coin 的，甚至之前的持有底仓的，这个位置其实可以算是一个买点和重新的加仓点。价格昨天走的也很强势，它除了是个绿灯之外，它其实还是一个仿包 K 线啊，一个长长的上影线，仿包有点像仙人指路的感觉。所以从技术面上来看 ，Coin 还是不错的。你要防范的就是它不要立马在后续我们第二天又出现红灯就行。今天的红灯 K 线会在哪呢？我们看到低点的支撑346.565，而高点的压力是365.045啊，关注这2个数字，今天不要跌破346.565，那么就依旧还属于一个绿灯的延续范围。那么这一个买点呢就有效啊，依旧呢是安全的，我们依旧可以看涨。所以对于目前的 Coin 啊，短线再次出现了回调启动的现象，依旧可以看涨，依旧可以买入啊，但是相对小心，仓位呢肯定不要太多。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博通，博通呢在之前出现了这一根绿灯，出现了防守阴的突破，我们说这里是买点，然后出现了短线比较不错的加速上涨。然后在黄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以减仓为主，出现这根红 K 之后，我们主要呢就基本上是止盈了。
那么目前博通的走势呢是出现了一个红灯后转为了一个绿灯，那么这其实可以算是重新的走强，只是它是一个连续3天时间都在转灯的，所以更多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下一根 K 线的涨跌。今天如果收跌，那么还是会有风险，因为3灯连转它其实是一种变盘的信号，下一根 K 线它选择方向跟前面这里差不多，3根 K 线如果出现连续的转灯，那么下一根 K 线如果是收涨看涨的，那么后续变盘呢容易更偏向于向上，而如果是下跌的，变盘方向呢更容易向下。当前这个底下的 BBD 是没有下穿的，它呢还差一点点，也就是说今天的博通只要略微的震荡，不是大涨，基本就是下穿了，所以今天的博通大概率会构成一个变盘点。我们来画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今天的低点预测值是 266.315， 预测的高点的值是 275.585。目前的博通因为前面是一个防守阴线，高点没破，所以这里呢哪怕有绿灯 K 线，哪怕能看涨因为空间有限，最好呢还是等待防守阴突破再去看涨会好一点。这里作为一个防守阴的压力。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D 呢，它属于下跌途中出现了一个下穿 K 线。我们说下穿 K 线是好的，因为它是一个预测低点的可能嘛。前面这一波上涨后的回调，它这里也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在趋势走强的过程当中，它是容易构成回调低点的。所以目前的 MD 呢，也跟 Coin 一样，可以作为我们认为回调低点启动的一个标的的选择。这里同样也构成了红灯转为绿灯，所以这里的绿灯可以先买入一笔仓位，而后等到 MD 的高点，这一根下穿 K 线的高点被再次突破时呢，再次的买进一笔仓位。所以 MD 呢，我们之前的盘前解析一直说不断看涨，就等回调。那目前可以说是首次回调看到的一个买点，所以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买进信号。只是变盘点的高点被突破，能够更为明确的右侧去买进。现在呢，只能买一点，就是先试错性的买进，它是偏左侧的一个买入信号。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36.87， 高点的压力是 141.43， 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为什么短线看涨呢？因为它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窗头破脚的 K 线形态，大幅的低开而后高走。昨天这一天呢，它还是一个假阳线。我们说假阳是否能够成为低点，它的一个反包很重要。它这里也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当然它跟博通一样也是商社，商社之后下一根 K 线最好是上涨的。如果下一根 K 线能够构成上涨，那么阿斯麦的短线看涨信号会更加明确。它的左侧也是一个黄灯，黄灯 K 线被跌破之后，这里会形成一个压力，所以当前的阿斯麦看涨，但空间要注意它不算很多。它的一个看涨呢，比 AMD 比 Coin 等个股相对会弱一个级别，它的空间相对还不是很确定能够打开。但是从 K 线来看，已经构成短线的看涨，初步的看涨。我们再看到它出现了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呢为一个变盘信号，低点呢为支撑。它这里只要不跌破，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支撑点上是继续看涨的，认为它这里是一个回调低点，所以阿斯麦可以构成首次的买进。那么后续能够突破黄 K， 能够再次的加仓。看一下它的预测值，我们要关心的是今天最好不要是下跌的，同时今天也不要走出红灯。低点的支撑 786.225， 高点的压力是 813.865， 关注这两个点。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呢还保持在一个下跌途中，不过它也下穿了。昨天的指数呢走势很强，但是它整体呢有所分化，它就偏弱了一点。不过它出现这个调整在减弱相对的在衰减，所以这一天呢跟 AMD 一样是处于一个下穿变盘的低点。那么这里如果你是比较关注 Meta 的，或者说之前买进之后想要去加仓的，这个地方的回调关注它的一个高点。只要这一个位置能够出现收阳突破，那么结合低点的下穿变盘，这个位置容易成为回调低点，可以作为买点。而当前还是阴线，就还继续的观察。假如再来一根阴线把预测的低点变盘低点给跌破，说明它不是低点变盘，那么它就延续继续的看跌。所以这里呢跟 AMD 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变盘点。我们再看到今天的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709.435， 高点的压力是 716.935， 关注这两个值。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已经不太想去进行操作了，因为它这个整体有点太坑人了。一个强势的上涨反包了长上影线，本身应该是技术上的看涨信号，但立马第二天是一个大跌，出现防守阴线，而后第三天又出现上涨，所以这个位置红绿灯连续的闪烁，它其实就说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日内的振幅的空间之内。所以当前的 MSTR 除非明确走出明确的方向，不然的话呢要小心，它这种震荡还是比较烦的、恶心的。那么在操作一次立马打止损之后呢，哪怕这里上涨，我们也静待观望。这一根 K 线是一个防守线、防守阴线啊，高点突破之后，它不能跌回来。如果又跌回来，你要知道了，它还在震荡当中，甚至呢，它这里是诱多啊，你要小心它往下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守住防守阴线高点往上，我们今天收盘还能够在这附近的话呢，我们去看涨啊，因为它这个区间很特别啊，前面的缺口回补之后呢，在这里波动徘徊。它有这种洗盘的动作，它究竟方向如何？我们等它确认之后，其实就是明确一个波段的方向了。如果这里最后选择的还是把它跌破，那么它这里往下跌的空间会打开。前面经过这种大幅的波动之后，再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肯定它要么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要么是它的时间会比较久，会走出趋势啊。所以当前的 MSTR 呢，可以先看着，我们先关注的，但是你的仓位不要投太多在里面。从红绿灯的变盘现象来看啊，就今天只要收涨收阳，最好是还不错的阳线，表示10日星就可以开始重新的投入看多的这个仓位了。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391.08，高点的值是416.499，关注这两个价位。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昨天是出现了买入信号，也是盘前讲过的，它和亚马逊同样的是可以去关注的买入信号。但亚马逊没出现，它出现了10日星下窜，而后反包，所以这个地方能够看一个对于前高突破，再次的去发起进攻。所以当前呢，我们就把170或者说直接把这个10日星的低点作为防守，它只要不阴线跌破，在这里我们就看趋势看一个趋势上行。后续我们再不断的去加仓谷歌呢还是能够去看趋势上涨的。目前处于170附近的股票呢，很多你都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的低位。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今天的预测低点高点它的低点是177.925，高点的压力是181.77，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它出现了一个负线，就是冲高回落这个是负线。然后左边呢又是一个黄 K， 黄 K 的下影线比较长，就不要去看它的下影线，我们直接呢画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就是一个震荡，没有跌破有效，第二天反抽回来又出现10日星，当前是空方占优，因为它有一个负线，负线后这一天为 X 的高点，它呢目前有压力，在没有突破左边这一根 K 线高点之前，不要去买入亚马逊，这里呢一旦这个压力一沉，再来一根阴线的话呢，它依旧要选择往170去修复了。目前也同样保持在一个绿灯转红灯的抗跌的一个区间，底下还有上台通知，所以这里除非有明确的看涨的买点出现，不然的话呢，我们这里就认为它容易回落了。所以昨天亚马逊和谷歌之间呢，就选了谷歌，而不是选亚马逊。目前我们看一下它何时可能会出现绿灯我们看一下预测的低点的值是218.22，高点的值呢是220.76，这是今天的支撑和压力位，关注的红绿灯产生。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只标的是 SMCI。SMCI 呢，在出现了震荡区间上破之后，目前是在左边的黄 K 区间上在徘徊震荡。这一天呢，阿哲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高量阳线在这里有点单阳不破顶的动作，所以当前的 SMCI 我们也是说波段看涨，目前是连续的转灯，还是有点特别的一个绿灯红灯，绿灯后转为红灯，本来应该看跌的，立马又转为了绿灯，所以当前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它呢在大阳顶上在震荡，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它是选择跌回大阳的高点之下，选择更深的震荡调整，还是往上去看？目前昨天的这个动作呢，可以选择一个买入加仓，因为它属于跟指数一样的一个比较强势的标的反应，但同时它的位置呢又没有像指数和一些个股那么高比如说英伟达那么高，所以 SMCI 我们作为波段的关注那么作为波动加仓，每次买入点出现的时候不要买太多。如果后续呢再往下回落的时候，去找更低的点位去加仓就行，就类似于特斯拉的操作方案。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数值，低点支撑是49.715，
高点的数值是47.905，关注这2个点。以上就是7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再次访包，我们目标看到纳指20500点。但是目标虽然有，但目前的一个整体环境相对的波动，所以如果您的仓位目前是比较大的，不建议再次去加仓，要小心您的剩余利润能否落袋为安。特斯拉已经完成了多次的低吸，现在持股待涨，等待真正的上浪启动。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周六再见，拜拜。